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说一说乌军的春季大规模反攻的问题。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发表康斯坦丁·奥利尚斯基关于乌克兰军队可能组织春季攻势的文章。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文章说，基辅当局正在加紧巩固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这一线的防线。俄军的瓦格纳集群的指挥层评估，乌军在顿巴斯东北部，也就是在巴赫穆特、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一线的官兵达到了8万人，同时还集结了约280辆坦克，超过1000辆的装甲车，还有300门声管火炮和90多部火箭炮，准备在顿巴斯方向发动反攻。乌克兰的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克上将呢，不久前还专门发表了准备反攻的一些声明。瓦格纳的总裁普里戈任评估，乌军预备队的总兵力达到20万人，其中的一部分正在顿巴斯以西地域集结，但很可能乌军计划对顿巴斯的猛攻也是佯动啊。乌军可能同时在南部发起夺取扎波罗热州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欧盟呼吁，再一次要求加快提供远程火炮和战斗机。泽连斯基不仅要欧盟提供武器，还请求召开国际峰会，制定合约草案。他的言行呢显得很矛盾，显然是有回应中国领导人访问莫斯科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中国的方案呢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认可，中国的和平建议中包括完全放弃任何单边制裁。而泽连斯基呢，却要求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制裁。乌克兰总统似乎想在达成和约之前，乌军呢能够尽量的收复更多的失地。暂时战斗接收线上的所有的数量指标都对俄军有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对乌克兰阵地进行选择性的突击的时候俄罗斯拥有巨大的优势。每天俄罗斯发射的炮弹约有2万发。摧毁乌克兰8到9门加农炮和迫击炮，而乌军呢每天只能发射4到7000发炮弹。乌军总参谋部打击系统总局代理局长巴兰诺夫上校抱怨，声管火炮是逐渐损坏，必须不断的更换，而打击系统总局的储备基本上消耗殆尽。北约援助的新火炮呢，可能又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波兰的东欧研究中心的评估，乌军急需自行驶逐和牵引式 D30 2种型号的榴弹炮。根据俄国防部的通报，从特别军事行动爆发至今，俄军的反炮兵作战是卓有成效，已经摧毁了乌军4424门火炮。12月份，俄军平均每天歼灭乌军3门火炮，而到3月份是每昼夜9门火炮。所以巴兰诺夫上校抱怨他的火炮不够用呢。乌克兰情报总局还承认，俄罗斯的炮弹足够用好几年。乌克兰的信息心理战中心呢，也承认乌军在信息战中失败。不久前，乌军总参谋部宣称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导弹用光了，但现在呢，再也不提这事儿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确认，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能力足以每月生产30枚新的巡航导弹。俄罗斯的空中优势能够摧毁乌克兰的油料弹药仓库，即使想方设法遣送新的油料和弹药，也无法扭转局势。基辅信息心理战中心去年还不断地向西方所有的社交网络提供各种各样的假消息，而现在也被迫承认，在信息战中也输给了俄罗斯，已经拱手让出了宣传阵地。俄罗斯在信息领域日益活跃，西方媒体过去沆瀣一气的舆论战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在俄罗斯的精准舆论攻势之下，西方媒体的诸多谎言一一戳破，击败信息领域的亲乌克兰集团。俄罗斯向所有期望者提供现实情况信息，比如说乌军因指挥员的不专业、疲惫不堪、装备匮乏、弹药稀缺、伤员的救治不及时等等等等。关键是乌军的将领们自己也这么说的。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